为了报复我结过婚，男朋友和他的小青梅领了证，他笑容明媚，满眼幸福。结婚日期正是我查出怀孕那天。我摸了摸肚子，转头就去了医院。我流产时，他正在祈祷他的另一个孩子安然无恙。可后来看到我变平了的肚子后，他却疯了似的朝我嘶吼：沈可，你这个疯子，谁让你打掉他的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婚日期是4月17号，那天也是我查出怀孕的日子。也就是说，陆怀上午陪我拿完报告单，下午就去和林薇领了证。我指尖微颤，差点拿不稳这薄薄的一本。和陆怀重逢的这2年，我们都像是释怀了曾经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但现在看来，释怀的只有我，想继续爱下去的也只有我。我抹了把泪，把结婚证放回了原处，可心脏处却抑制不住砰砰的跳动。每一下，我的手就下意识地颤抖一瞬。我按住了左手，不启用，又狠狠地捶向了书桌，一下又一下。别动了！我说别动了，听不懂吗？我歇斯底里的大吼，眼泪却像泉水一样一股股地涌出。心脏疼，手疼，肚子也跟着疼。我弯下了腰，哭着把手搭在了抽动的肚子上。宝宝乖，别闹了，妈妈没事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怀孕3个月，我无时无刻不再期待这个孩子的出生。记得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天，陆怀开心坏了，他激动地把我抱在怀里，说话都磕磕绊绊的。他说他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男人，有漂亮的妻子，可爱的孩子。我哭着哭着就笑了，我怎么就信了他的话呢？我怎么就相信他是真的忘记过去，想要和我重新开始了呢？你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又哭了？陆怀弯腰换鞋，走过来把我搂在怀里。我深吸口气，想压下胸膛的酸涩，却在这一刹那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，不浓，甚至混杂着尼古丁的味道，可我还是闻到了。我很确信我没有闻错，那股栀子花的味道我在林薇身上闻到过。我闭了闭眼，推开了陆怀，他眉心一拧，语气夹杂着冷意：沈可，闹什么？还是说孩子在闹？他有些无奈，大手轻轻在我鼓起的肚子上抚摸，像是在安抚里面的小孩。他俨然一副慈父模样，温柔的眉眼让我都开始怀疑，那本结婚证是不是假的了？陆怀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刚查出怀孕那天，我就提过要去领证，不然肚子大了拍照不好看。可陆怀却说不急，孩子生下来再领证办酒席是一样的，到时候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拍照。我觉得这样有意义，也就同意了。这3个月来，我没有再提过要结婚的事，今日一提，陆怀的眼神却闪躲几分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不是说等孩子生下来再考虑这些吗？可，你又忘了，是不是孕妇的记性都不大好？陆怀扯着领带起了身，我去洗个澡，你别多想，我们一定会结婚的。他进了卧室，手机放在了茶几上，没多久，消息就接二连三地弹出，备注是微微。我呼吸都轻了几分，拿起手机解了锁，网上一条条翻着：到家了吗？你都不知道，你一走，孩子就扑腾个不停。老公，你说他是不是特别有灵性？知道他老爸不陪他睡觉，所以不开心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安抚他的，我会告诉他，他的爸爸很爱他。我指尖颤抖着，缓缓放下了手机。那一条条消息就像尖刺一样往我心里猛扎。老公，孩子，原来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3口，我只是个局外人。陆怀出来时，额前的碎发
还在滴水。我紧了紧手中的杯子，有些事也是时候该说清楚了。我张了张嘴，喉咙一阵干涩。陆怀，话还未落，陆怀的手机就响了。他皱了皱眉，走向了阳台，甚至他还关上了那扇落地窗。我透过玻璃看见陆怀的眉时舒时缓，可他的嘴角始终挂着一抹宠溺的笑意。我嘴角抽了抽，垂眸压下了眼底的情绪。不多时，陆怀挂了电话，眉间微皱：“公司临时有事，我要赶过去处理。可，你先睡，不用等我。”他弯腰在我额头落下一吻，声音眷恋柔情：“乖，早点休息。”我看着他大步流星的背影，心脏猛地一沉。已经快10点了，公司能有什么事非得他亲自去处理？还有那通电话，除了林薇，我想不出是谁。林薇和陆怀是青梅竹马，两人感情颇深。当初我和陆怀谈恋爱时，他还暗地里找过我，让我离陆怀远点。我自然不同意，和他大吵了一架。他生气了，跑了。陆怀只是摆摆手，说他是小孩子脾性，闹2天就回来了。现在因为林薇一通电话，他甚至不惜撒谎骗我。我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，一阵抽搐之后，我手脚都凉了，额头冒出丝丝密汗。我打给了陆怀，刚接通，就传来他有些不耐烦的声音：“可，陆怀，我肚子疼，你能不能回来送我去趟医院？”屏幕那头有车鸣声，陆怀忽地嗤笑一声：“我刚走你就肚子疼？可，你可真会闹，比2年前还会闹。要是实在疼，就去医院。我不是医生，治不了了病。”我呼吸一滞，下一秒电话传来忙音。我安抚着肚子里的小宝宝，一边忍着疼叫了120。陆怀变了，和大学时相比，他所有的温柔都戴了一层面罩，只是这层面罩，我在2年后才掀开了一角。一番检查后，医生告诉我是孕妇情绪太激动才导致的肚子疼。他看了眼我身侧，皱眉问道：“你一个人来的？老公呢？”我抿了抿唇，那声老公听着讽刺极了。我没有老公。医生的眼神怪异一瞬，我又道：“请问可以安排流产手术吗？”医生摇了摇头，像是见惯了我这样的人。他开了个单子，手术安排在了3天后。这3天好好休息，情绪别太激动，女孩子要爱惜自己的身体。我听着那苦口婆心的劝告，心脏疼了一瞬。电梯门开时，我闷头往里走，一声诧异的可唤回了我的思绪。陆怀把我拉到了角落：“为什么来医院？”他语气带着质问，甚至怀疑我是在跟踪他。我拿出单子，陆怀眼里的冷意才散了些。他伸手在我肚子上摸了摸，嘴角挂着一抹笑：“真调皮，就知道害妈妈难受。等你出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我眼眶忽的温热，那略带着父亲的口吻，让我下意识以为他也是期待这个孩子的。我别开了眼，默默后退了2步。陆怀的手顿在了半空，眼神暗了下来。我轻声道：“医生说是孕妇情绪太激动导致的胎动，现在肚子还一抽一抽的疼呢。”听着我的解释，陆怀的脸色才缓了下来。他牵起我的手，带我去了一家高档餐厅。“宝贝怀孕辛苦了，怪我最近太忙，没来得及陪你。今天补给你好不好？”陆怀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，我也没有问，好像我们之间真的只是偶然遇见了，然后来餐厅吃了个饭。从始至终，他神情淡定，没有丝毫心虚。我切着牛排，手却怎么都使不上劲。抬头时，正闯进陆怀深邃的眸，那双眸里仿佛藏了万年寒冰。下一秒，寒冰化开，带了点笑：“我帮你，是不是还很难受？”
要不要再去医院检查检查？刀摩擦着盘子，发出刺啦声。我摇了摇头。陆怀把盘子放在了我面前。好了，尝尝。我记得你大学时就爱吃这家的牛排。我放了一块进嘴里，却再也尝不出从前的滋味，甚至多了一丝苦涩。陆怀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他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眼神一瞬间柔了下来。可下一秒，他又放下了手机，按了静音。为什么不接？陆怀眉目一挑，柔声道：“陪你吃完再说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”我拿刀子的手紧了紧。那通电话怎么会不重要呢？那可是他老婆的电话，孩子他妈的电话。我心不在焉地吃着，陆怀却很有兴致。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心情很好，是因为他享受着报复我的过程吗？享受着我被蒙在鼓子里的过程。我仰头喝了杯水，压下了心间的苦涩。不吃了，送我回去吧。回了家，陆怀连家门都没进就走了。他说公司有事，可我却知道他是去医院了。刚才路过病房时，我在墙上的屏幕上看见了林薇的名字，她在住院。我摸了摸肚子，还有3天，这个生命就会化作一滩血水。我收拾了行李，本想着陆怀再回来就和他说清楚，恨我也好，报复我也好，至少要让这段感情断得明明白白。可这3天，陆怀却一直没有回来。打电话，他也是用出差的借口搪塞我。直到我经过林薇的病房，看见了俯身贴耳在他肚子上的陆怀，那一刻，我发现什么都不重要了。没必要揭穿他的谎言，也没有必要问个缘由，安安静静的离开就好。我做完手术那天，林薇也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我在走廊尽头看见陆怀焦头烂额地走来走去，每一步都写满了不安。他双手合十，祈祷着那个孩子能平安无恙。可也在今天，他的另一个孩子没了，甚至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垂了垂眸，在林薇的病床上留下了一封信。之后，我提着箱子去了机场。我想，这一次才是我和陆怀真正的诀别。我坐在候机室，肚子还在疼，听着震铃的手机，我虚弱地按了接听。刚接通，陆怀阴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“沈可，你告诉我，什么叫此生不见？你又想一走了之？”我记起来了，信的最后，我是留了这么一句话：记得大学毕业那天，所有人都在准备着迎接新的未来，陆怀也在准备迎接我们的以后。那天他很激动，说话都带了丝颤音。他说：“可可，我们会有一个房子，会养一只猫，生2个娃。”他说的语无伦次的，我看着看着就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我不想戳破那个泡沫，一点都不想，所以我陪着他幻想了一整天。那天他喝了很多，喝得很醉，睡着的时候还在嘟囔着我们的以后。可第2天他醒来时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我，只在床头找到了那封褐色的信封。那封信里，我好像也写了一句“此生不见”。可是谁知道，3年后我们又重逢了呢？甚至又在一起了。我张了张嘴，胸口处哽了一瞬，陆怀粗重的呼吸声一下又一下。我知道他是气急了，可我不知道他是在气还没有享受到真正报复我的畅快，还是在气我事先发现了他的阴谋。或许2者都有。陆怀，我声音很轻，有些哽咽。其实我看到那本结婚证的时候，是真的疼，疼得都快呼吸不过来了。后来知道了林薇怀孕，我更疼了。恭喜你呀，你的报复很成功。现在你可以放过我了吗？半晌，陆怀嗤笑一声：“原来你已经发现了呀，真没意思。我还想等你生下孩子再告诉你的呢。沈可，你也结过婚，应该不会计较才是啊。
现在又在闹什么脾气？一股寒意袭来，我冷得牙尖发颤。原来陆怀已经不在意我的疼了。我挂了电话，删掉了陆怀的所有联系方式。上飞机的那一刻，我仿佛回到了那一天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我是带着满身伤痕，狼狈离场。出机场后，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个拿着牌子激动摇晃的身影。我勉强笑了笑，朝他走去。沈毅看见我后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熊抱。老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我疼得皱了皱眉，忙拍着他的肩，悠着点，我刚做完手术。沈毅震惊地张大了嘴，什么手术？你咋了，老姐？不严重吧？我摇了摇头，不严重。沈毅的话很多，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。姐，那个陆怀没跟你一起回来。2年前我和陆怀重逢时，我就激动地给沈毅开了视频，跟他说了一切。沈毅明明已经很困了，却还是强撑着听我说完。姐，要是你们还爱着对方，那就在一起吧。你们已经错过一次了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我激动到连连点头，甚至想了好几种结果。要是陆怀不爱我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如果他单身，那我就追他；如果他有女朋友，那我就退出。可还不等我主动出击，陆怀就率先向我发出了复合的信号。他说的情真意切，眼里满是柔情蜜意。我慌了神，动了心，连真伪都懒得变了，就那么复合了。在一起2年，却是一个弥天大谎。车子缓缓停了下来，我蓦然回神，看着车窗外熟悉的建筑，胸口有些堵。我解开安全带，沈毅却迟迟没动作。他伸出手，指了指我的眼睛：“姐，你又哭了。”我下意识摸了摸眼尾，沈毅突然一把抱住了我：“姐，你是不是受委屈了？那个陆怀是不是欺负你了？”他满眼心疼，话里带了气。我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没有，下车吧，妈该等着急了。2年没有回这个家，再次踏入时，早已不复2年前的心气。”我妈看着我苍白的脸，满是心疼。出去2年，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小可，你受苦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想扯出一抹笑宽慰我妈，可那笑却比哭还难看。在外面，我是个成年人，可在家里，我也是我妈的孩子。我抱着我妈，像小时候那样寻求保护和安慰。我妈一下又一下地顺着我的背，她没有强问，我也没有开口解释这2年的不归家。我的家人至今以为我只是做了个小手术，在家休养了半个月，我的身体渐渐恢复如初，只是心里那块一直郁郁寡欢。沈毅怕我得了抑郁症，强行拉我出了门。姐，你不能一天都闷在家里，真的会憋出毛病的。现在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你要是真有什么不痛快，你跟我说，我肯定站在你这边。沈毅向来敏感，我虽没有明说，但他也猜出了7、8分。我扯了扯唇角，随着他做了发型，画了个精致的妆容，明眸红唇，哪还有半分颓靡的样子。沈毅带我去的是一个拍卖会，他捏了捏我的手，笑道：“姐，你看上什么了？尽管拍，弟弟买给你。”我勉强扯出一抹笑：“好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”拍卖品琳琅满目，我看中了一枚戒指，据说那是哪国的王妃传下来的。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收入囊中，愣是把2000万的东西抬到了8000万。我激动地捏了捏指尖，下一秒，一道低沉声蓦然响起：1个亿！众人哗然，我脸上的表情凝滞住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那道声音我无比熟悉，本以为能此生不见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感觉到了那道浓烈的视线。沈毅回头看了一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姐，你继续，别管他。”
见我没动，沈毅举起了牌子，我伸手扯了扯他的衣袖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我拉着沈毅起身，佯装镇定地越过陆怀，在经过他时，一只大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，我像是被鬼缠住了似的，猛地一甩，因着这一甩，我差点身形不稳，好在沈毅及时搀扶住了我。阿怀，那戒指真好看，等会儿你帮我戴上好不好？甜美的声音如刺一般，听得我抓耳挠腮。陆怀眉目一顿，低声道：好。我脚步停了一瞬，逃也似的离开了拍卖所。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试图压下胸膛处的涌动。沈毅沉着脸，声音低了几分：姐，那是不是陆怀？我放缓了动作，在沈毅质问似的目光下缓缓点头。他粗喘两声，咬牙切齿道：妈的，负心汉！我去教训他一顿。沈毅气势汹汹，那架势恨不得扒了陆怀的皮。我忙拉住了他，别惹事，我和他已经没关系了，既然断了，那陆怀如何也与我无关了，断就该断得干干净净。我和沈毅拉扯间，一道讥讽声忽然响起：沈可，你真厉害！5年前离开是因为别的男人，现在离开还是因为别的男人，你就这么饥渴下贱？最后几个字，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。我的心脏疼了一瞬，垂眸压下了眼底的苦涩。陆怀，你没有资格指责我。陆怀嗤笑一声：没有资格？别忘了，你还怀着我的孩子，怀着我的种去找别的男人。你说我没有资格？他句句带了刺，眼神满是嘲讽戏谑。重逢的这2年，我以为陆怀没有变，可现在我才知道，他早就变了，变得不再温柔，内里装满了仇恨。不，他还是温柔的，只是那抹温柔不再给我。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平静了下来。不等我开口，沈毅却像是明白了什么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怀孕？你说的手术？其实是……我在他的不可置信中点了点头。沈毅突然疯了似的朝陆怀使出拳头：混蛋，我他妈杀了你！一拳又一拳，几乎拳拳到肉。陆怀受了几下后就反应了过来，和他扭打在一起。你这个奸夫，怎么还比我先沉不住气？沈可，你眼光变差了！我着急的去拉沈毅：你们别再打了！沈毅刚触碰到他，就被他不小心挥倒在地，一股疼意从尾椎骨窜了上来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发出一声轻嘶，抬眼间正看见林薇无措地躲在角落，她肚子拱起一个弧度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护在肚子上，她右手中指间正戴着拍卖会上的那枚戒指。我别开眼，声音大了几分：沈毅，我叫你停手！他动作一顿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撑起身，一把拽过了他。看着他嘴角的青紫，我叹了口气：我们走吧，我和他已经没关系了，别为了不值得的人弄伤了自己。我没有看向陆怀，但也知道他身上的伤比沈毅好不到哪里去。毕竟沈毅从小就练拳，而陆怀只会些散架式。陆怀呸了一声，吐出一口血沫，他漫不经心地逆向我：沈可，这就走了？不聊聊肚子里那个种的事？还是说他愿意给孩子当后爹？你……沈毅气急地想再次上前，我连忙拉住了他，冷冷地对上了陆怀的视线：陆怀，忘了告诉你，孩子我已经打掉了，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牵绊了。陆怀猛了一瞬，又不可置信地看向我变平了的肚子，在确定我是真的流掉了孩子后，他双眸瞬间阴沉了下来，眼神满是寒意。他带着极大的怒气叫出了我的名字：沈可，你他妈疯了！谁准你打掉他的？我看着他无端的发怒，心下不解，转眼又想起来，他本就是想报复我，孩子也是报复的一环而已。
只是他也未曾想到，我在他揭开真相之前，就率先发现了真相。我讽刺地扯了扯唇角，陆怀，其实你的报复已经很成功了，真的，你都不知道，在我流掉孩子那天，我看见你在手术室外为你的另一个孩子祈祷时，我有多难过。可我也庆幸，至少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至少他不用出身面对私生子的身份。不过陆怀，你可真让我恶心，居然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肯放过，你究竟是有多恨我呀？5年前，我家公司出了资金问题，我爸为了逼我联姻，不惜拿陆怀的前途威胁我。那时的陆怀心高气傲，要是知道了实情，指不定怎么闹，所以我留下了一封信，就那么走了。我以为我们这辈子无缘了，没想到3年后又重逢了。我没有隐瞒我结过婚的事实，他也出奇的不在意，只是没想到他的不在意都是装的。其实他恨极了我丢下他，恨极了我的背叛。陆怀像个雕塑似的愣在那儿，嘴唇蠕动着。沈可，你不该打掉他。他的声音满是落寞，抬脚朝我走来，刚迈出2步，林薇忽然捂着肚子发出惊呼：阿怀，我肚子疼，宝宝是不是又出事了？陆怀脸上闪过一抹惊慌，拦腰抱起林薇，背影满是慌乱。沈毅气不过，低骂了一路。我无所谓地笑了笑，我都不气，你还气，那能一样吗？姐，要是你早告诉我，我铁定打得他爬都爬不起来。不过也怪我，要是我比你大，当初你也不会被爸赶鸭子上架和顾哥联姻。我看向了窗外，沈毅的声音低了几分。当初公司太困难，和顾家联姻是最好的选择。后来公司活了，顾时琛也真正掌握了顾家，我们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才得以结束。对了姐，明天有个晚宴，你也一起去吧，别老一天憋在家里，爸已经没了，你再这样，妈会伤心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应下了这场晚宴。已经2年没参加过这类宴会了，如今再踏入这种地方，我却做不到曾经的游刃有余。我在沈毅身边充当着花瓶，看着他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个场合，有些宽慰地笑了笑。沈毅比我小6岁，当初公司发生危机时，他还没成年呢。知道我要联姻后，他躲在房里哭了一夜，谁劝都没用。我出嫁那天，他牵着我的手，郑重说道：姐姐，等我长大了，换我来保护你。如今他能独当一面，这其中的付出难以想象。我有些无聊，借口去后花园透透气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陆怀。黑西装显出了他的宽肩窄腰，比大学时有魅力多了。我淡淡扫了他一眼，起身想走，却被他抓住了手腕。沈可，我们聊聊。我看着他的手，滚烫的温度传了过来。我们好像没什么好聊的。陆先生，别忘了你是个有家室的人，放手。陆怀脸色一变，薄唇轻启，林薇的孩子不是我的。后花园很静，以至于他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楚。可是那又如何呢？我笑了笑，陆怀，你的解释是那么的苍白，以至于我想信都难。他眼睫轻颤，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嘲讽算计，反而多了抹苦涩。沈可，你说你难过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你走的时候，我有多难过？你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，就留下了一封分手信。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？我疯了似的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，我找辅导员要了你家地址。你知道我去的时候看见你穿着婚纱坐上婚车，我有多难过吗？不是只有你一个难过，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心。我和陆怀就像是2条相交线，从不认识到相知相爱，再到逐渐走远。现在我们都回不了头了。
陆怀，你报复也报复过了，孩子也没了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。你回去好好和他过日子，我们别再见了。这场感情怪不了谁，只能怪天意弄人。背后突然贴上来一堵肉墙，陆怀死死地圈着我的腰，低声响在头顶。我以为我可以做到忘记过去，不再和你纠缠，可是我坚持了半个月，沈可，我发现我不行，我忘不了你。林薇的孩子不是我的，结婚证我也可以解决，我不赌气了，我马上就和他办理离婚，然后我们好好过，行吗？他的恳求一字一句朝我砸来，可我却再也没有了2年前的心动。我试图掰开他的手，却掰不动分毫。我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：陆怀，松手吧，不要，不要。他的语气透露着惊慌。我闭了闭眼，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人，沈小姐。顾时琛一手插兜，金丝镜框下，一双眼戏谑不已。我趁着陆怀松懈之际，忙从他的怀里退了出来，小跑向了顾时琛。许是有过3年的合作，顾时琛默契地把我护在身后。陆怀面露不愉，可，他是谁？顾时琛轻笑道：我呀，沈小姐的前夫。顾时琛。陆怀脸色更难看了，咬牙切齿出前夫2个字。他朝我伸出了手，可，过来。我摇了摇头。陆怀，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管林薇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，也不管你是不是因为赌气才和他领了证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，我们之间没必要继续下去了。陆怀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顾时琛却率先堵了回去。陆先生，我认为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要是再纠缠就不好看了。再会。我跟着顾时琛到了休息室，不止我们，沈毅也在，还有一个陌生女人。那个女人长相大气，一身白色长裙更显她温柔大方。她抬了抬手，沈小姐。我愣了愣，顾时琛牵过她的手，轻轻揉了揉，淡笑道：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穆晴。我恍然大悟，顾时琛心里有个白月光，就叫穆晴。在我们联姻时，他就说过，我们只是合作，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关系。等他掌权了顾家，我们就离婚。当然，他也不会断了对沈家的帮助。而他做的这一切，只是为了能和穆晴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我问穆晴，你不会怀疑他，生他气吗？毕竟他结过婚。穆晴笑了笑，是生过气，他什么都不告诉我，独自一人面对。你说我气不气？但现在不气了。我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你们的婚姻也只是合作关系。再说了，他在我门前跪了3天，我要是还气，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。我了然一笑，羡慕他的理智大方。沈毅咧嘴一笑，还是顾哥有用，把我姐顺利带了回来。要是我去，不打一架可不会罢休。原来是沈毅让顾时琛去的后花园。晚宴还没结束，我却不想再待下去了。沈毅皱了皱眉，姐，我还有场饭局，要不我让人先送你回去？不用了，我打个车就好，你忙你的。我拉开休息室的门，差点撞上一堵肉墙。陆怀直挺地站在门前，像尊雕塑似的，他脸上的表情有些怪异，我一时看不明白。我淡淡道：让开，挡我路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低声在头顶响起。我愣了愣，几秒后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。当初不告诉他是怕他闹，后来不告诉他是因为他不在意我结过婚，所以觉得没必要解释。我深呼口气，拦下了想发火的沈毅。沈毅，你不是还有饭局吗？你去吧，我自己解决。他犹豫了半晌，我看向了顾时琛。3年的默契，在这一刻什么话都不用说，一个眼神就能懂。等他们都走后，
休息室就剩下了我和陆怀。关上了门，他突然一把抱住了我。对不起，沈可，对不起。他的声音染了一丝哭腔，失去了平日里的冷漠沉稳。沈可，你恨我吧，怪我吧，可是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感情的事，最是怪不了人。我手指微微发颤，缓缓搭上了陆怀的手。他激动一瞬，表情化为惊喜。下一秒，我淡淡推开了他。抱歉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如果我没有发现那本结婚证，我会在期待中生下那个孩子。那时，陆怀也许会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然后给我致命一击。我会变成人人喊打的小三，我的孩子会变成被人看不起的私生子。如果到了那时，我毫无反击的能力，陆怀也绝不会手下留情，那太可怕了。我庆幸我发现的及时。陆怀眼眶猩红，摇着头，满脸的痛苦。可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处理好一切，我不会再管别人了。我们重新来过，我会娶你，和你结婚。陆怀激动地说着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阵响动，就是这里，沈家大小街就在里面，我老公也在里面。房门砰的一声被推开，接着挤进来很多拿着相机的人，一个个闪光灯像雨点似的打来。沈小姐，有人说你知三当三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沈小姐，听说你流过产，请问孩子是陆先生的吗？沈小姐，沈小姐，一声声沈小姐，闪烁的灯光让我头晕目眩。余光中，林薇嘴角勾着一抹恶毒的笑，眼里含着泪花。我和陆怀是有结婚证证明的，而且我已经怀孕3个月了。沈可就是第三者，他就是小三儿。谁说他是小三儿？都把相机放下，出了事你们能担责？陆怀语气冷冽，紧紧地把我护在身后。我肚子疼了一瞬，才半个多月，那抹抽疼还时不时地发作。我从他身后站了出来，冷冷地扫了一圈。记者的脸此刻就像血盆大口，恨不得将我拆吞入腹。陆怀紧张地拉着我的手，可，你别怕，我会处理好。你到我身后来。阿怀，我才是你妻子，你怎么护着这个女人？你忘了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我讽刺地勾了勾唇，看着陆怀眼里的冷意和不耐。他们结婚了，这是事实，改变不了。沈小姐，你沉默是代表默认了吗？你真的是小三儿？那你的孩子呢？你为什么不生下来？你会生一个私生子吗？我冷冷地回对着那个记者，我没有理会陆怀此刻的表情，冷声道：我和陆怀2年前确定了关系，是他在我怀孕期间和别的女人领了证，所以我只能是被小三儿。至于他，我指向林薇，一字一句道：他应该算是小三儿上位吧，毕竟我和陆怀的关系，他一直都知情。顿时，所有尖锐的问题移向了林薇和陆怀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林薇的尖叫，陆怀的惊慌，平静地走出了这场混乱。没多久，关于我小三儿的热搜冲上了热榜。沈毅知道后，立马联系了公司公关，忙天火地地处理热搜。接着，林薇当场晕倒，和陆怀抱着她急冲冲去医院的热搜也冲了上来。相比他们的手忙脚乱，我显得镇定多了。直到后半夜，我接到了陆怀的电话，他的声音有些疲惫。热搜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可，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，你等我。好啊，希望你别让我等太久。我不是什么善心菩萨。林薇找来的记者让我在热搜上走了一圈，我当然也不会放过他，所以在沈毅调查他和陆怀的关系并发布在网上时，我没有阻止，甚至他还查出了林薇有个固定床伴，那个孩子也是那个床伴的。
这些消息一发出，关于我的热搜就淡了许多。几天后，我又接到了陆怀的电话，他声音低沉，屏幕那头有些吵。可，我已经和林薇说清楚了，也和他协议离婚了。网络上的事我也处理了，我们不可能了。我急速地打断了他的话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林薇打电话朝我发泄了一通，她把失去陆怀的原因怪在了我的头上。她歇斯底里地大吼着：“沈可，我好不容易和陆怀在一起了，你出来捣什么乱啊？你既然离开他了，就请离远一点。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？陆怀和你领证，只是为了报复我。”我平静地诉说着事实，可林薇丝毫不在意。那又怎样？我心甘情愿被他利用，怎么了？只要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会一直是我的老公。林薇这个疯子，为了陆怀，真是豁出去了。我懒得和他争论，对陆怀更厌恶了一分。网络上关于林薇是3的热搜迟迟下不去，陆怀也没有要管的意思。他在我家门前站了几天，却被拒之门外。这天下起了暴雨，陆怀还直挺挺地站在雨中。我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，关了窗，让佣人拿了把伞，还有一个钥匙扣。那个钥匙扣是陆怀给我的定情信物。那时他还是个穷小子，1个月生活费只有1200，那个钥匙扣就要50。我喜欢，他毫不犹豫的就买了。也是那天，我认定了他。门开的那一瞬，陆怀死寂一般的眼睛忽地亮了。可在他看到那个钥匙扣时，他脸上的表情又化为了死寂。他还是不肯原谅我。我早该知道的，回不去了。我躲在窗帘后，看着陆怀失魂落魄地捧着那个钥匙扣，一步深一步浅地走远了。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雨中，不知道是雾模糊了他，还是他走进了雾中。后来我再未见过他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